你有没有曾经觉得你好累哦，你想要好好休息？有吗？有这样的举手？有哦，那好像很多人需要度假哦。每天都想休息啊，你是吗？当老师的很累，有时候你就想换一个环境，或者到户外走一走嘛，这个是新加坡的，好像是植物园还是哪里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去那边玩。那你今天换到一个陌生的城市，远离熟悉的人群，我的感觉是比较能够放松紧绷的心。我不知道大家有这个感觉哦。那耶稣呢，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泰尔西顿。泰尔西顿大家不知道熟悉吗？那我来跟大家科普一下，它是外邦人的地方，然后它也是曾经被上帝咒诅的一个地方。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来念7章24节。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泰尔西顿的境内去，进了一家，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不愿意人知道却隐藏不住是什么意思？怕人家认得他，想要低调逃不掉。好，我下一个注解，想低调逃不掉。那想要低调却逃不掉，我们来看看什么是这个，到底是什么一个情况。今天有一个 YouTuber， 他想要去登山拍一些影片，大家看到现在有很多人都在拍登山的，健行笔记也有好几个 YouTuber。那他路上呢，在爬山的过程就被人家认出来了，就有人说，哇，你不就是那个 YouTuber 吗？他就被认出来了。就有人说，可不可以拍个照啊？可以吗？然后有人甚至摸他的头发起来了，这真的呢，这是野生的，可是他是真的有些人呢，又把手又放到他的肩膀上了，感觉很不舒服。然后甚至呢，有些人就直接拍起来，说我们来自拍吧。那还有一些人呢，因为看过他的影片，就跟他讲，你上次那个露营的影片超棒的，因此我去买了好多露营设备哦。你今天是不是要来拍新的影片啊？你可以剧透一下吗？等一下你要跟我们一起攻顶吗？甚至邀请他一起去了。这个 YouTuber 本来他是想要记录这个大自然的美景，而且想要自己拍，他不想要别人入镜，结果变成了一个粉丝见面会，大家就在那里一直跟他说话，一路上不停的被打招呼合照。然后甚至有人就直接对他直播起来了，大家看，我现在看到了一个 YouTuber， 我在山上看到了，就直接开直播了。这个就是我不愿意人家知道，我是想低调的去做这件事，但是我隐藏不住。耶稣那个时候已经相当于现在的网红那样子啦，他想要低调进去一个地方，结果是躲不掉的，因为他名声已经传开了，到哪里都会被认出来。好，我们现在来念马太福音的15章22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我女儿被蛊妇的症苦。这个妇人来求耶稣。好，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刚才我们念过那个经节请问妇人称呼耶稣什么？好，一个说主啊，还有呢，另外一个再讲一次，大卫的子孙，对，所以完整就是主啊，大卫的子孙，这是什么意思？基本上就是相当于他认定他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所以妇人他是认定耶稣就是弥赛亚了。结果耶稣怎么样回复？马太福音15章23节，请。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他走吧。耶稣点点不说话，不说话。耶稣为什么不说话？你觉得为什么人家来求助耶稣却不说话呢？你觉得耶稣不说话，他沉默是代表拒绝吗？有一个人他觉得我的工作太重了，因为现在不是霸凌很多吗？他觉得工作太重，他终于鼓起勇气，看完新闻之后就跟经理说，经理，我工作量太重了，你能不能把我的工作有一些就分给其他的同事呢？这个经理呢，认真听完他的讲话之后就开始滑手机，都没有回答他。请问一下，经理是什么意思？你觉得他的沉默是代表拒绝吗？有些人觉得他现在想要怎么分配，或者有些人就觉得是拒绝了，是不是？
那有一个人呢，没有钱，他最近很缺钱，他要赶紧交房租啊，他就发了讯息哦，给他的好朋友说，我最近手头有一点紧哦，你能不能借我一点钱？等我发薪水一定还给你。啊，他的好朋友啊，他就想应该是可以吧，结果他的朋友已读不回。这是什么意思？要借还是不借？不借啊？你觉得他在考虑等一下会借你的举手？你觉得会哈？有2个人觉得。那这时候因为他要被房东催了很多次，他又在发，不好意思啊，我真的很需要帮忙啊，求求你吧。好，就没多少钱，求求你吧。好，1万多块钱而已。结果发现朋友啊，在群组里面，他们有在同一个群组啊，但是他是私赖给朋友，在群组里面信息非常活跃，就回复很多其他人的讯息。好，但是呢，就是没有回复这个人私讯，并且看过了。那这个姐妹就等了一天，她明白了，哦，原来你的沉默就是拒绝，你根本不想管我。有的时候沉默或许他有其他打算，可有的时候呢，人的沉默好像是拒绝，会让你觉得很难过啊，我会凉了心，寒了心。但是耶稣的沉默是拒绝吗？有可能是对人的考验，我们更要相信是对人的考验。好，那我们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了，你觉得在这一次的活动当中，我们说这是事件好了，耶稣要考验的是谁？妇人，好，妇人答对了，还有谁？门徒，对，也考验门徒。所以我们先来看一看门徒吧，哈，因为我们一般来说你会觉得大概只考验这个，可是我们没有想过哦，围观群众哦，旁边参与的人全部都列入考核了。耶稣带着门徒离开犹太地方，前往外邦人的地方。门徒心里想，这会是一趟很轻松的旅程，就像我刚才想的，到一个没有人看到我的地方，我可以去散心，因为之前的步道太累了。他们期待是一种休息的机会。哇，耶稣真棒，他犒赏那个学生可以到海外旅游，我们这个夫子好棒哦。所以呢，彼得想的是，等一下我们要去吃大餐了，会不会？等一下吃大餐了哦。然后或者是约翰想一下，不知道等一下会出现什么犹太人美食，会不会是我最喜欢吃的那个饼，还是面包，或者是浓汤，会不会有呢？耶稣找到哪一家好吃的那个民宿来帮我们呢？他们想的可能是这样的事。这时候妇人打断了他们的幻想，他们的度假幻想。好，请再念一下15章23节。耶稣却一言不答，门徒近前来求他说，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请打发她走吧。所以门徒希望怎么样？打发他走，把他赶走。好，所以我们有时候求耶稣，求的竟然是把人家赶走，有没有？这个很奇怪，可是门徒真的做这件事。这个很像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做到一半的行程被打断哦。有一次我去爬山哦，爬到一半，那个山蛮陡峭的，而且我还在攀岩，拉那个绳子，电话就响了。然后请问你接不接呢？你说当然不接，为了生命安全，是不是？这时候赶快伸手去摸啊，电话到底在哪里啊？也心里很烦躁啊，我就想赶快接，好不容易接起来，我就说，请问什么事啊？你猜是什么事？对啊，你要不要贷款啊？要不要保险啊？我很生气耶，很想把我电话摔出去耶，我可以摔吗？是我自己的电话呢，没空啦，烦死了。然后我赶快放进去，赶快拉了自己的绳子上去，好讨厌哦。门徒就是这种感觉啦，行程被打断了，不耐烦。那有没有其他原因让这个门徒想赶人呢？你觉得还有其他原因吗？原因就是耶稣不说话。我刚才讲耶稣沉默了。耶稣沉默，门徒想应该就是要拒绝这个妇人的要求吧。老板都沉默了，我们管他干嘛呢？你就是迦南人嘛，耶稣都不理他，我们有必要管吗？现在问大家下一个问题了，你觉得迦南人有什么不对吗？迦南人有什么不对吗？外邦人非常好，外邦人。犹太人跟迦南人是世仇
犹太人到底怎么得到迦南美地的？对，所以一定会有死伤，而且本来是要杀光的。所以呢，真的是世仇啦，仇恨很大啦，这种仇恨很大，没办法。而且那个时候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时代，所以根本不需要怜悯他的，你来求我，我管你干嘛？所以今天仇敌来求你帮忙的时候，你会怜悯他吗？会怜悯的举手。会啊，很好我们这边有几个非常的好，有奉行耶稣教训。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举手，那我就想想看，你不举手原因是不是你有仇敌呢？有仇敌的举手。好，可能这个也不方便说啦，那我们来看看到底有没有啊？现在不是有很多霸凌吗？职场中的伤害，同事或是老板啊，有这种吧？多少你会遇到，除非你是当老板的，要不然你多少可能会有这个吧？剥削啦，压榨，霸凌。好，有被霸凌过的举手。有啊，我也被霸凌过，有游牧师也被霸凌过，其实多少都会有被霸凌啊。老板要你免费加班，特别是科技业，他也不可能跟你算那么准啊。好，以前我们那时代就真的你就是要加班，要不然就给你克扣薪水。我也被克扣薪水啊，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有被克扣过啊，让你当背锅侠。你有当过背锅侠的吗？有吗？要不然就把你调来调去。好，我们现在新建一个厂，你不想去就把你调过去，有些人就被调了。要不然突然的被解雇，科技业最多了，突然的被解雇。那最近是个新闻，有一个人觉得他被老板不当对待，我们有看过这个新闻，对不对离职的之前他就发文到社群平台，然后造成一个很震撼的影响了。好，现在问题就是你的老板他要马上就变成前老板了，他叫你把那个震撼文给撤掉，请问你会撤掉的举手。那个科技业的他有没有撤？没撤啊，后来怎么样？小心背后，是不是要小心背后？这时候就是你情感你的理智跟你的情绪这种情感的征战了。我要想3天3夜，我没有办法立刻撤，因为我在生气，是不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啦。同事、老板可能会变成仇人，那邻居会不会当仇人啊？会有嘛，对不对邻居这个好像很容易变仇人。那大卫跟他的邻居就本来是好朋友常常一起吃饭后来呢他们出现了停车纠纷，有时候停过来一点就是这样，或是不小心车位有朋友来就给你占了那这两家关系变得好紧张甚至就互告了。那个大卫在互告的过程之中，他只好花钱请律师，甚至他还要请假跑法院，身心受创非常的难受被告如果曾经被告过，大概就知道这个过程了。那他就不想再看到他邻居了嘛，怕碰到邻居，他就开始走后门，车子停了赶快跑到后面去，尽量出入没事他都跑到后面去就对了。然后产生了很严重的情绪问题，他晚上睡不着，需要吃安眠药，而且呢他很担心到底被告的时候他要罚多少钱，所以他又变成了忧郁症。有一天就给他等到这样一天了，他的邻居打算要增建他们家的2楼阳台，可是呢需要大卫的同意才能进行。好了，这个时候邻居真的一定要增建阳台，他只好硬着头皮来求大卫帮忙签署同意书。现在我们有一个问题来了，你是大卫，你会不会愿意签？会愿意的举手。有，曾哥你为什么会愿意签？放过别人放过自己，不愿意签的举手。那剩下的人你们也要考虑3天3夜吗？考虑你说我3天3夜之后告诉你，是不是？碧霞你要再考虑3天3夜吗？还是你会说你给我多少钱我就给你签？好，你说能化解就最好但是你已经花了20万请那个律师了你可能心里就不高兴了是不是呢？所以呢要想3天3夜，或者是说那你就拿点钱来吧，补偿我你会说这样整个太好了，我就等你来找我，我愿意，我们一笑泯恩仇吧。这样子非常好但是我发觉很多人没有办法举手。
更难的是，有些人可能就会这样说了，你之前那什么态度啊？我今天为什么要帮你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心结了嘛。我就送你一句话，这是不可能的代志。好，一句话不可能送给你，就直接给他怼回去了。更多时候有可能会是这样。所以为什么门徒想赶妇人？除了旅游被打断，而且他们是仇人呐。再来第三点就是迦南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迦南人是不洁净的，犹太人认为外邦人不洁净，不洁净不能接近啊。好，我们上次有讲过不洁净的问题，所以他们基本上宗教啊一些习惯啊，他就不要碰到外邦人嘛，所以呢他们倾向就是不来往。我们自己会不会有时候也是觉得说，有些人我就不跟他来往了，我觉得他拜那个我不喜欢或者怎么样呢？我们想想看，犹太人认为我是犹太人我是被拣选的，所以我配得祝福，而迦南人是不洁净的，那这样的人赶走就好了，所以他们求耶稣来赶走他，看起来这是有故事的。而耶稣究竟对门徒是怎么样一个试炼？这次的考试是什么？耶稣想要透过迦南妇人的事件来考验他们究竟怎么看待还有对待外邦人，就实际让你进入这个地方了。结果门徒测验考试的结果叫做不合格 fail 的不合格。好，门徒的问题是他们忘记耶稣的教训了。我们来复习上个月我们的讲道当中最重要的金句，然后我们一起来念。从外面进去的不能污秽人，唯有从里面出来的乃能污秽人。好，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这句话？那我把它讲得比较白话。耶稣的意思说，你今天就算碰到外邦人或外邦人的东西，或者是你今天吃了一些什么东西啊，这些都不会污秽你的。真正的污秽是你内心的污秽，你碰到外邦人也不会变成不洁净的。所以耶稣带他们直接进入外邦人的地方，看他们反应是怎么样。可是他们忘记了耶，刚刚说重点是他们忘记了。我们会不会常常听完道也会忘记？会不会？有哦，会对，那我们来念这个提摩太前书6章10节来。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有一个姐妹，他们教会的牧师讲不要贪财，然后解释用很多的例子告诉他不要贪财，然后也讲不要贪小财。什么叫小财？对，不要贪小便宜啦，大财我们可能害怕贪，但是小便宜可以贪，所以牧师特别讲不要贪小便宜。这个姐妹就想，对，我要改变不要贪小便宜的习惯。结果中午的时候，她就到市场买菜。买菜的时候呢，结账她就跟老板说：“少50块好吗？拜托，少50块好吗？”后面已经排得很长的呢，她还在那边少50块好吗？拉扯着不放。好，我昨天去市场的时候，就有一个人跟那个人结账的时候就是少50块好吗？就我们在后面真的好长人在排，等了10分钟，他还为50块拉扯。如果我们也是这样，就叫做马上忘掉，马上忘掉今天早上的讲道说不要贪小便宜了。那还有一个人呢，他主日听到了爱人如己的讲道，他觉得很感动哦，我要好好的爱我的邻舍哦，而且远亲不如近邻哦。结果他回家的时候发现邻居的树叶超过他家的大门，他超过了界限了，不小心超过来了。这时候他很生气，他非常的生气，不是跟邻居说过了吗？你自己要看好你的叶子吗？这时候找邻居理论，那邻居就说，我说没关系，如果真的超过的话，你就把它剪掉就好，我不在乎啊。那这个人很生气，为什么我要剪呢？就跟邻居扭打起来，然后甚至这个基督徒就主动还报了警，说邻居打他，其实他自己先扭人家的。他是不是就是完全的忘记早上才学到的要爱人如己呢？刚才看到门徒啊，这次考验失败了。那我们现在回到迦南妇人的考验了。迦南妇人向主求说，救救我的儿女。就在门徒试着听到这句话之后呢，求耶稣把这个妇人赶走的时候呢，耶稣
才开始说话。那耶稣说的话呢，好像是拒绝。那我们来念一下耶稣怎么说，请。耶稣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耶稣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我牧养的对象，你不是我牧养的对象。简单的说就是这样子，我牧养的是以色列人，你不是，你应该找别人帮忙，你应该有自己的那个牧养你的人。有点像是今天有另外一个教会来找我们帮忙，可是我们会先问他说，你自己的教会的牧师跟你谈过了吗？他知道你来找我吗？这是一个基本上一般的牧师会问的。耶稣说你应该找别人帮忙。那这个妇人怎么回答呢？15章25节。妇人来拜他说：“主啊，帮助我。”这时候呢，耶稣听到这句话，产生了一个我觉得是奇怪的回答。好，我们请继续。他回答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谁是狗？迦南人，所以骂迦南人是狗哦。那门徒听到这句话什么感觉？门徒本来就想赶那个妇人走哦，所以耶稣他会觉得耶稣哇超 man 的，你真的有犹太民族的气概，太棒了，替我们出了一口恶气了。或者有人会说，心里想这妇人被骂刚好啦，被骂狗是刚好的，是不是？我们在旁边看的人，我们可能里面会有很多小剧场，就这样想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耶稣为什么要骂人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吗？你觉得耶稣为什么要骂人？举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真的是耶稣要说的话吗？有些人可能会想，他是外邦人也就算了，可是人呢？你怎么叫他狗呢？我相信除了耶稣的那个门徒之外，群众也会觉得不舒服。狗是什么意义？狗是什么意义呢？非我族类。传统的犹太人把自己当作是上帝的儿女，把外邦人看作野狗，当时的就是这样子看的。那请问一下，野狗又给你什么感觉？没有主人，还有呢？贫穷，还有呢？不洁净，非常好，还有没有？没人照顾，好，来看，真的很脏，没有人照顾，然后危险，有可能会攻击人。好，我有一次去河滨公园，就有一群野狗围着我要攻击我，那次真的很恐怖我就吓得要死，就蹲到地上，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怕脚被咬，都要自己把自己那个保护着，大叫大哭，就一个人。所以我看到野狗的时候我很害怕。我们有时候去爬山，那个山并不陡，但是圣伟牧师坚持一定要带个登山杖，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打狗。因为我们要把那个狗只要有狗接近，我们就要赶它们走。我们不是要真的把它打下来，但我们要赶它走，挥一挥这样子。所以野狗接近的时候，我们真的很会怕，想要赶走，这就是门徒的心态啦。但是耶稣讲这个狗的意思是野狗吗？不是。好，回到希腊文来看，耶稣里面的狗的意思是家里面的可爱小狗，所以呢，我们把它叫做翻译比较中文一点，叫做宠物狗。那狗就不一样了。那大家可能不知道能不能分辨野狗跟宠物狗的差别？你觉得野狗和宠物狗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有一次我去市场然后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小贩，他的东西都非常便宜，一颗高丽菜他可以卖我20元。大家不知道在新店有没有这个价格啦？然后那种什么东西都是10元20元的，所以我常常会靠柜去买。那我那天我就看到那个小贩都卖那么便宜，可是抱一只狗相当的像是名贵的，然后我就问他一个问题说，你买这条狗多少钱？我就问他，好，我只是开玩笑的问，你猜小贩怎么说？这小贩跟我讲，这我小孩呢，这我小孩呢，小孩可以讲钱吗？不能啊。好，我问你姐妹，我问你的狗多少钱，你应该也不会很高兴不想讲，对，这你小孩是不是不能讲嘛？家人怎么可以用钱衡量呢？本来跟你很熟的小贩就变了脸色啦，我是开玩笑问的嘛。他意思就是毛小孩也是家人呢，所以耶稣说狗的时候是代表说你也是家人啦。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啦。耶稣用狗这个字好像是骂人，可是是在挑战妇人是不是认真的要这个祝福，他在挑战他啦。
虽然呢讲的是宠物狗这个字，但是其实还是狗这个字啊。好，那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被人家讲是狗，你觉得还 OK 的举手。被叫狗，觉得不舒服的举手。会不舒服对不对？好，那我们就问了，如果你被别人骂是狗，你会有什么反应？有的就直接骂回去了，说你这个人真是恶心啊，连这个忙都不帮，还什么弥赛亚，你骂我是狗，你算什么？叉叉叉，好，就不念了4个字的，表里不一啦。那有些人呢，就开始怨天尤人，就说哎呦，天公伯啊，有眼睛吗？我真的不知道哦，那也安呢，我怎么要来找你？我是被骗了啦。我是催眉，怎么就开始是说自己多倒霉啊，瞎了眼的啊，就这样子怨天尤人呢。那但是有些人他就忍耐，就继续压低姿态求啊。他说你怎么这样说啊？我好可怜了呢。你也发发慈悲吧。我是低收入户呢。我小孩很需要帮忙啊，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他可能会压低姿态求，但是这个妇人显然都不是以上的3种，有第4种方法，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做。没有冰斗没有翻桌，他高 EQ 的回答。我们来念念看妇人怎么回答。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顺着他的话说，顺着他的话说，就像曾哥说你的牙齿很烂那这个这个你是病人说是你说的没错，我牙齿很烂。可是有的人可能会跟你争论，我不会很烂啊，我挺好的啊。有的就可能跟你争论，他就顺着他的话说，是你说的不错。他的意思是说，即使是我是狗我也知道主人一定会赏赐我一点点的恩典，这就是他的意思。我再讲得更白话一点，妇人承认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也知道不是优先牧养的名单啦，我也知道。可是我跟你讲，我不需要整条面包啦，我只需要一点点的碎屑就好了，因为神的恩典很大，一点点也足够用。就像我们打电话跟曾哥预约时间，他没有空，我们说没有关系，我不会花太久的时间，给我5分钟帮我看一下就好，5分钟也绝对够的。你的医术这么好，5分钟就看得够了，是不是曾哥？你会给我时间吗？会。5分钟，这时候搞不好给我10分钟，对不对？愿意给半小时，这个叫做信心的话。这个妇人说对话了啦，所以呢，就让自己得到恩典了。所以耶稣怎么回应他呢？因这句话，你回去吧，鬼已经离开你的女儿了。今天我们究竟可以学到什么呢？第一个，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先去祷告，先祷告，不要自我设限。妇人没有先想象他是外邦人家不会理他，他没有设限。不要想太多，当你想太多的时候，可能就变成半小时咯。我去新加坡玩的时候，有一次到超市逛超市，很喜欢到国外的时候就是会去超市里面看，就看到他们有一个买1送1的那个优惠。然后在新加坡的超市有点不太一样，他的买1送1，他真的是原价给他买1送1啦，不像我们台湾不是有可能给你调高价格，再买1送1。我曾经算过，买1送1之后变成8折而已，在台湾那就不是真正的，它是真正便宜。那时候我看到太棒了，我要买。那我结账的时候，那店员就用英文问我说 ：“Members？” 只有 member 才可以用这个是会员才可以好，那我就很为难，因为我不是会员。这时候我就开始自我设限了，我就想，哎呀，我是外国人我应该不能申请吧？哎呀，我没身份证我只有带护照护照怎么申请会员我肯定办不了。我心里就开始 OS 了，这时候默默的把商品放回去，然后呢，垂头丧气的就离开了那间超市。我想要买的东西根本没有买到。这时候呢，回去我就问了一下宋伟牧师，跟他讲这件事。我说这件事吧。他就说你有没有问怎么申请会员我说有啊，他说要用 app 但是我想我不行。
他说你怎么不试怎么知道呢？后来我说那你去试好了，他就自己 download 的 app。好，那我回头我在想这件事的时候，我是不是还没有开始就被想太多吓退了？你会跟我一样举手？还没开始，有哦，一个而已哦，其他我们都很好，是不是？好，只要用 app， 而且呢，只要求电话和地址，那电话地址都有啊，实际操作很简单啊。恐惧很多时候就是自己想太多了。好，求主帮助我们。那新加坡这个国家，它的绿化是非常普及的，它的户外和室内都有哦。这个地方是植物园的大门，我就照我去植物园的景象。右边有没有人去过这里？知道是哪里吗？哪里？这个是机场里面，你看起来那就是很漂亮的地方哦。我再把它放大，让大家看一下吧。这个是机场里面，而且呢，从这边到这边，可能我觉得7层楼、10层楼高度吧。这里面都是森林诶。那中间那个是什么？里面有森林，中间是什么？水，它是大瀑布。人只有这么小哦，所以很高，瀑布一直流下来。那右边那个是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右边这个，对，捷运就在机场里面穿梭，所以机场本身就是一个大森林。好，这是他们的一航厦。我们那天黄牧师就特别带我们去看，哇，真的是叹为观止啊！没有想到机场就是可以建成森林的样子。那新加坡这个国家，我特别有去留意它的历史，我去它的博物馆去看哦。黄牧师带我们去看，它是本来是一个小渔村而已。好，跟马来西亚分割出来的时候，马来西亚说这块我们不要，因为它比较贫穷。那它建国今年是60年，它现在是全球金融中心。这地方我也有去，大家有看到 HSBC 对不对？然后它有很多很多都是有名的那个什么 Maybank 啊，还有那个法国的那个 BNP Bank， 然后中国银行全部都在这个地方。我那时候就在照，哇，这个就是什么银行，就把它照起来，哇，好棒哦，全部都有。好，那这边也是他们的那个狮身人像的地方，全球金融中心就对了。各大的银行，全球有名的都在这地方，一定要插旗设点。为什么新加坡会这么进步啊？你觉得为什么？我觉得的原因是因为它很灵活，它不设限，就是我刚才讲的，它没有像我们一样有小剧场了。新加坡它天生是有一个比较限制的地方，它地很小，人又很多，土地不够怎么办？大家知道怎么做呢？对，它会填海造地。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就是去这个它金沙饭店，然后这边金沙饭店还有什么金沙购物中心这样子哦。那这边就不是很多海吗？这边全部都在填，一直在填，往外面填。我就说哇，这一直往外填，我需要土地就往外面填就好了嘛。新加坡的填海的比例是多高？大家猜猜看。22%，都要1/3了，是不是？他往这个发展，而且呢，他说预计2030年以前哦，他要让他的国土大小，我可以提高我的国土大小啊，到777平方公里。那我后面标注一下，台北是271，都已经快要3个台北了。好，他以前比这小很多，我有那个 Google 过。所以这个国家我们有限制，但是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那我去到这个景点叫做圣淘沙，它非常的漂亮，其实它也是一个人工岛，我可以这样说，就是说它当然本来就有个岛，但是呢，为什么叫人工岛？因为它很多都建设起来的。举个例子来说，沙子那个地方本来没有的，所以是外面运进来的，甚至连巨石都是人造的，所以沙子很奇怪，每一颗沙都一样大小。好，你就在那边很舒服，你就不会说跑出一个什么沙子来刺你，不是的，它都规划过的。好，那我们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你会不会很容易有小剧场？跟我一样，当困难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先说不可能哦，没办法，还是你要先来祷告求问神呢？先把里面的小剧场处理一下。有很多人我们在辅导的一些肢体哦，在低潮的时候，他们会被恐惧困住了，会选择放弃。可是我们不明白，如果我们有一个像妇人一样，是一个有信心的言语、信心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化危机成为转机了。好，然后请来念箴言18章21节。生死在舌头的泉下，一句话定生死。
希望今天大家记住这个最重要一句话定生死。富人最常说的话，帮大家来列一下。请问最常说哪一个话？哪一个字？主啊，主啊，帮助我，主啊，是不是？好，他记住耶稣是主。那我们来看一个故事，瑞元我们需要声音，这是我为大家录的视频。一句话定生死。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超夸张的故事，来自《列王纪下》6到7章，保证让你惊掉下巴。事情是这样的，撒玛利亚城被亚兰军队围住，粮食运不进来，时间一长，城里的食物价格直接爆表。怎么个夸张法呢？鸽子屎都变成高级料理了。没错，圣经记载，一个银子买1/5公升的鸽子粪，在列王记下的6章25节。你能想象吗？这就像现在的米其林餐厅开始推出鸽子粪酱，而且还超贵的。人们开始吃孩子，这不是玩笑，这是真的。圣经记载，一个妇女对王说，我们昨天煮了我的儿子吃了，今天该吃你的儿子了吧。列王记下6章28到29节。王听完直接崩溃了。各位，这时候你还会觉得妈妈煮的苦瓜难吃吗？至少你妈妈没把你煮了。人们的信仰也崩溃了，城里的人只看到眼前的困难，信心完全崩溃了。大家开始抱怨，神在哪里？这还有救吗？这时候以利沙大声宣告，明天这时候面粉超便宜，粮食大降价。列王记下7章1节。什么？大哥，你这是在开玩笑吗？现在我们吃的都是鸽子屎拼盘，你跟我说明天会有，全卖法国长棍。结果有个官员不信还嘲笑，就算神开天窗，也不可能有这事。列王记下7章2节。以利沙回他，你会亲眼看到，但吃不到。意思就是你等着吧，兄弟。结果神使亚兰军队误以为有超级大军来攻打他们，他们吓得连夜逃跑，把所有粮食、黄金、衣服全留在营地了。天亮后，4个麻风病人误闯亚兰军营，一看，哇，这里有烤鸡耶，有面包，还有免费的高级衣服。他们直接开吃，吃饱后才良心发现，不行啦，我们得回去报信，不然这太缺德了。于是他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城里的人，结果真如以利沙所说，粮价瞬间崩盘，大家疯狂去抢粮食。至于那个不幸的官员呢，他站在城门口，结果人潮太挤，被踩死了。列王记下7章17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不要因为环境恶劣就放弃对神的信心。神翻转的速度比股市崩盘还快。嘴巴不要太坏，不然可能连吃饭的机会都没了。嘴巴不要太坏，不然可能连吃饭的机会都没了，连命都没了。好，这个官长他就是说他不相信啦，他简单说，我就是不信。好，就算神开窗户，天上的窗户我都不信。我们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姐妹那
他的情况是这样子，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啊。但是呢，他的实际情况是常常的忧愁，不住的抱怨，凡事往坏处想。有时候可能我们的一些环境可能会造就我们，就会变成像这样一个性格。然后那个时候呢，圣伟牧师啊，就跟有这样类似的情况的姐妹说，这样子好了，我带你们去参加课程哦，因为只有课程里面的一些东西才可能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啊。所以这些姐妹去参加课程之后呢，她们就看到她们的自己的价值，她们不是那么烂啊，不应该这么愁苦。然后她们也开始借着课程就学习说正面的话。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就说的就是，我们今天一句话会定生死，但是这个正面的话是要靠学习的。好，不管你是上课读圣经，一定要学习说正面的话。那就是因为言语的改变哦，就让我发现这姐妹她的人生就变得很美好。她常常跟我说，她以前就是这么愁苦的，这叫 before 好，在 after 前和后的对比，发现她变得很美，好，她可以笑啊。以前是非常的痛苦，嘴巴是往下的，啊，现在就是看到人她就会笑。所以呢，她现在可能70几岁，看起来却只有40岁，因为她有一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啊。第三个，我们不要轻易被冒犯，我们要学会转化我们的情境。我们以前都知道分手谈判的时候会是最危险的，所以你的孩子如果说今天要跟人家分手，说他们要谈判，这时候父母亲都会很担心，因为怕被泼什么盐酸，毁容了，要不然就给一刀，大家都知道，怕恐怖情人。但是现在离职谈判也很危险，对不对？有可能会变凶杀案，是不是？你怕不怕？离职谈判的时候你也会怕。而这些呢，都是我说的可能跟情绪的控管，别人的一句话会不会激怒你有关系。这个迦南妇人她没有被情绪左右，所以耶稣的这些话，说是狗或是门徒说的那些话，她都没有被激怒，她不会因为言语受辱而退缩，她选择坚持信心，继续求主的怜悯。问大家一句话，你觉得人命跟面子哪一个比较重要啊？好，你现在因为你很理智，是不是？实际上发生的时候就不知道你怎么选择了。不理智的时候，就是让情绪来影响你做决定了。看这个人的例子有一个人他很在乎名声啊，他怕人家瞧不起他。那有一天呢，他身体不舒服，感到胸闷，手臂麻木，头痛，吸不到气。可是呢，他的想法就是，如果我叫救护车的话，会很丢脸呢，邻居可能会瞧不起我。所以这个情绪就占了他的那个战胜理智所以他就强忍不适，就留在家里面。后来越来越严重了，家人就说不行了，他已经昏迷了，我们赶紧叫救护车吧。救护车希望赶快过来，一直跟救护车你快来快来但是呢，他们家不只是他好面子，全家人都很好面子。所以全家人就说，救护车千万不要停我们家门口，要不然呢，到时候呢又有人问怎么办呢？就请救护车停远一点，我们可以自己走过去，但是还是要救护车，他说停远一点，停到巷子口，我们走个5分钟就到了，这样子。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送医不及，酿成悲剧。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真正事情发生后，你明明知道生命很重要，你要爱惜生命，可是呢，你很看重那个面子，看重情绪的时候呢，就会出问题了。所以情绪控管好的时候呢，你才能够做出一个最明智的决定。第4个呢，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一定够用有的时候神的供应不会是整条面包，但是呢，一定给我们足够的碎渣，让我们可以有力量继续前行。点点滴滴都是恩典，我们要数算，碎渣也够。好，最后我来做一个结论了。当你觉得你自己好像不够资格能够得到恩典的时候，想一想迦南妇人的故事吧。就算是碎渣，只要是神给的，也能成就大事。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学习像迦南妇人一样认定你，让我们常常呼喊主啊，而且我们真的是愿意尊主为大，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够用。
主啊，即使是碎渣也足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